大家好，这边是反义教育。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的单端蛇形线啊，那么涉及到我们的差分，又怎么处理呢？那么为什么要去做差分等长？这个就不用说了啊，因为跟我们的单端这个目的是一样的嘛，都是为了进行时序匹配嘛，对吧？啊，对于我们的这种差分线，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 DDR 的这个时钟差分线，对不对？不是这个数据源码差分线 DQS， 对吧？那对它的这个蛇形等长，我们怎么样去做啊？这里呢，我能教大家呢怎么样去弄啊。首先呢，我们把这一个呢把它消除掉啊，把这个差分的走线啊。当然了，我这一个上面的这个差分啊，因为我的这个规则它没有进行设置啊，可能被移除掉了。那我这时候呢，先把这个规则给它加上去啊。首先呢，它的总线是 4.5， 然后它的间距啊，我来测量一下啊，间距呢是9。那我在这边在它的规则里面啊，规则里面这是关于什么啊？这是这个啊，它没设置 class 啊，没设置我们这一个呢，它是没设置，它是以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多个差分对组合的啊，组合的。那这个时候我来看一下这边呢，它的这个它这边啊，我们之前这个应该是个低版本的软件设置的啊，所以它的这边呢也有一个差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的高版本呢，它已经把它综合到我们一个里面呢来了，就是说线宽跟间距呢直接一个规则搞定啊。对于我们的低版本呢，它需要2个规则叠加啊，所以这个 HMR 这边呢，我们改到 4.5 啊，最小线宽对不对？ 4.5， 然后间距呢是9个缪嘛。好，确认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走出来的走线啊，我们把它消除。消除的话呢，就是说把这一部分线呢重新走一遍嘛，它就自动移除回路，把这个东西呢给移掉了嘛啊。好，然后呢，我们尝试一下啊，看一下这对差分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啊。我先把这个删掉吧，然后再重新走一下，看一下啊。啊，它已经定义了啊，已经定义了啊，没问题。好，然后呢，我们对它需要进行这个等长。首先啊，是它的这个总体的这个长度，对吧？总体的这个长度呢，需要跟我们这边的这个数据线是要等长的，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 DDR 呢，它是第8位加上一个 DQM 加一个 DQS 是一体等长的啊，这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一组里面的这个等长。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长度呢是1166，对吧？现在呢，我们的目标是要绕到1600嘛，对不对？好，那么它的等长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一样的啊，它这边呢有一个差分网络等长调节，那么它的这个快捷键呢 UP， 对不对？好 UP， 那么呢我们呢首先绕等长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放置一个阻碍线，对吧？放在这个这一侧，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呢选择差分进行等长，对不对？然后点击一下，啊，点击一下之后呢，就可以对它进行等长。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它就可以这样子等长出来。那么等长的这个长度，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呢是一个等长之后啊，等长之后呢，我们现有的这个长度是多少？啊，现在它这个地方呢进行了这个提示啊，1613，对不对？就是说它现有的这个目标长度呢是1613，这边的这个实际长度呢是1469，对吧？它还没有满这一个槽嘛，对吧？所以它就这边呢还只有1400多，对不对？然后我们呢就需要继续绕嘛，对不对？继续绕呢有2种方式啊，继续往这个下面拉，然后呢也可以按一下大于号，可以递增嘛，对不对？啊，我这边呢按一下这个大于号递增，那么递增的幅度呢，我们又可以按 Tab 键
啊，按 Tab 键呢可以更改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 Tab 键这边的这个设置之后啊，哎，它的这个好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根据我们跟我们那个单端等长是差不多的？它只是说这边呢变成了两根线，对不对？差分嘛。那么这边的设置是不是一样的去弄的，对吧？那我们这里一般来说呢，速率如果说常规的话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就行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长度我们选择这个1600嘛，对吧？这个1600，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手动呢这边其实就是说我们之前绕过的这个长度都在这里，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from rules， 就是说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个这个值，然后呢根据你设置的这个值的这个规则去进行这个处理啊。当然呢也可以根据差分里面的这个网络，对吧？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需要跟单端一起等长，所以说我们直接设置一个参数，直接简单多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这个等长就可以了啊。比如说现在你按一下大于号，继续按大于号递增嘛，每次递增的幅度呢就是2个缪啊。可能我这边有点卡住，还没显示出来啊。哎，我不小心把它结束了啊！我不小心结束了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度是不是已经 OK 了呢？我点击一下，现在只有1584，对吧？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说我们一定要利用那种等长直接完成这样的操作吗？我们不一定啊，我们呢可以直接手工啊。比如说手工把某个部分呢，把它绕长一点呢，比如说我们这里选中它，把它拉长一点，看到没有？哎，拉长一点，然后呢，也可以选中它，然后呢，按一下，也可以这样啊，就是说按一下1K，我们先把这根线呢打断，对吧？然后呢，选择这一边的这个走线呢，这样子啊，绕一下，你看没有？稍微绕一下。手工绕嘛，然后现在的这个值，你看啊，是不是就是1980，然后另外一个呢是1603啊，它们本身之间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样的误差，对吧？那么它综合来讲，它就是基本上是已经是1600了，对不对？已经也在我们这个正负25个缪范围之内，对不对？那么关于它们之间的这个对类误差啊，我们一般呢要求不要超过5个缪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误差是5个缪，刚好5个缪啊。但是如果说你想把它再弄得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对它进行单端的等长的绕线啊。单端等长绕线呢，我们是可以手工进行调整的。就比如说像这种啊，我们可以单独把某一根部分呢进行这个拉出来啊。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差分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表格啊，像这种呢差分，首先呢总体的就是2根线，总体的这个差分绕线呢，这一般呢是像这种拐一个135度的大角，对不对？就这个基本上也问题不大，就是跟我们这个一样的啊。然后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单端等长的一个要求。单端等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呢，像我们这一个啊，单端等长可以看到。像这边呢，单独把某一根线进行绕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匹配规则。你看啊，这个规则就是这个间距呢，一定不能大于2倍 s。2倍 s 呢，就是 s 的就是1倍间距嘛。就说我们现在这里1倍间距是多少？我们测一下1倍间距 s 嘛，那就是9个缪嘛，那不能大于18个缪嘛，对不对？那就相当于是这边到这边呢，就不要大于18个缪啊。当然我这边可以再稍微拉得长一点，它就小于2倍 s 就可以了。
同时呢，我们可以呢，这里呢还有个要求，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长度呢，我们要大于等于3倍 w， 对吧？那相当于是说这一个线的这个长度，我们要大于3倍的线的宽度，对吧？线的宽度我们知道这个线的宽度是 4.5 乘以3，那就是14点多了，对吧？所以说我这边呢还要把它往这边呢单独呢把它拉长一点，是不是才满足我们这边的这个要求？那这一边的这种肯定就不行了，对不对？它这边呢这一边的这个长度和这边的这个长度是不是太长了？那这种一把叉不行，对吧？那除了这一种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这是刚才这种方式是这种嘛，对不对？还有呢这种是 better， 这种是 best， 最好是什么都不绕，相当于是两根线同时到达这边叉开就行了嘛，对吧？然后这种呢是可以就是说是最好是这样种情况，然后呢这一种呢是可以接受的，这种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这种接受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可以单独的对某一根线在这边呢可以绕一下，这样绕的长度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这边呢匹配嘛，你看可以看一下啊，这边是现在已经太长了，对吧？那我就再改小一点，单独调成1600嘛，对不对？好，现在是1603嘛，这样的话呢就已经满足我们的要求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根辅助线删掉啊，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差分线的这个等长的方式啊。像这一边呢我们知道啊，像这边呢这种 HDMI 嘛，对吧？ HDMI 这边呢也是需要进行这种等长处理的，对吧？单端等长，对吧？单端等长，那这边呢可能这边的单端等长方式呢处理的有点不到位，对不对？那我们去更正的时候呢，对吧？我们要满足它的这种要求的话，可以看一下单根走一根线，对吧？然后呢这个宽度不能超过多少啊，这样可以，这种是可以接受嘛？啊，绕的两根的这个长度差不多啊，那才是 OK 的，对吧？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规范来啊。这个是关于我们差分线的等长。好，那这节课呢就到这里啊，就是关于我们差分线的等长方式和它的注意事项。好，谢谢大家。